刚做完手术，听说你要走了。还有10分钟。哦，真快。今天早上出门急，你没带药吧？药。哦，我让应主任再开一份吧。也好。也好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得走了。走吧。没时间了，你不说我说。临走之前，我想跟你确认几件事儿。第一，今天早晨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就不能热情点吗？你一点都不激动吗？第二呢？第二，以我一个专业的外科医生的判断，我吻你的时候，你的心跳已经接近120了，所以你也是喜欢我的，对吧？你还有心思测我的心率？第三，虽然不是什么生离死别，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一点舍不得你。你每天在医院要面对大量的病人，会比我在前线轻松。你的病又没完全好，要照顾好自己。等我回来，继续折腾你，给你添麻烦，明白了吗？你叫我来就是为了听我说话。医疗队的，赶紧上车了啊！来了，走了。上车。我真的要走了。云溪，好久不见，我喜欢你。虽然这是我们第尽管接下来一次相遇，我们会面对一些特殊情况，我看见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。我左边，我希望你明白。你的影子在右边。你说笑一笑啊，让我把阳光照进你的旅途。你说你懂我吗？我要寻找那不再交替的时光，看那阳光洒落在脸上，暖暖的融化了心里的冰，变成泪水流下来。转身，你仍在守候吗？什么都不说，春天的叶子淡然了风霜。你说笑一笑啊，
让我把阳光照进你的旅途。你说你懂我吗？我要寻找那不再交替的时光。姐，我听陈少聪说，你跟庄大夫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了。你之前说的生扑还真不是吹的呀！你小点声！你俩今天都忙成这样了，还神八卦呢？忙里偷闲呗。不过不光陈少聪啊，全院的护士圈都传开了，大家都在讨论，这呼吸科的应大夫给庄大夫下的什么药啊，那么神奇！还笑！我就知道当时应该把那小护士灭口了。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至于吗？反正这次回去，院里谁看见我笑，我就觉得谁心里有鬼。万恶之源就是你们家陈少聪。啊，哎，他怎么没来啊？宣布名单的时候有他呀。是我没让他来。这小子，业务能力还行，可心理素质不行，他就别来给我添乱了。主任，您就是太惯着他了。院里也不轻快，不信呐，等这次救援结束了，你回去看看，保准他瘦3圈。主任，钟主任，有话说，有重伤员送下来了。快走。做了2杯咖啡，上来晚了。给。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豆，就剩这2杯了。谢谢啊。今儿做几台啊7台。你悠着点吧，这病还没好利索。顾不上了。这一着急，感觉病都好多了。都是假象，全靠精神头撑着呢。你撑不住了？怎么抽上烟了？早就戒了，今儿有点郁闷，戒了根儿。为什么郁闷？你说，这姑娘们都上前线了，咱俩这大老爷们儿还留在院里，叫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听从院里安排。杨院长说最近手术多，肯定不能放我走。那你为什么没去前线？急诊也离不开你吗？是啊。那院内急诊也需要骨干嘛？我要是去了，钟主任肯定不放心啊。你没看早上，啊，都是我第一个接的电话，第2个才是陆晨曦。哼哼。按照常识，天都晴了，灾区的次生灾害也不会有那么多了，不用担心。哎，你呀，就别说我了，你就不担心陆晨曦啊？当然担心了，不过有那么多救援官兵跟他们在一起，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他们应该都安顿好了，但愿一切顺利吧。下次戒烟，记得要戒2根儿。累了吧？来了，给，谢谢啊。这次你们志愿者帮了大忙了，那个胡主编忙里忙外都没闲过。你别看他平时奇形怪状，其实他心里头特温暖。他在公司里养了10好几只流浪猫，还捐助过失学儿童呢，没想到吧？嗯，
你跟胡总，一个年轻科学家，一个漫画公司老板，来我们医院推轮床、擦地板的，也真是有点委屈了。嗨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要是想帮点忙、出点力，也只能干这个了。不像你们这些大夫，不可或缺。我没觉得我有什么不可或缺的。你也都看到啦，我就是登个记、测个体温、量个血压之类的。真正不可或缺的是手术室里的那些专家大夫。要是没有你们这些年轻大夫啊，他们也没办法工作呀。行了吧，别糊弄我。哎，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？我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还不如你呢。你看你现在都管10几个病人，他那时候还是个主治大夫屁股后边的小跟班呢。有这么说自己爸爸的吗？所以我现在觉得你特别厉害，搞不好人和历史上第1任女院长就是你啊。本来我还有点相信呢，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走了。哎，别走别走，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。老胡跟我说呀，他说，在医院干了1天活才知道，当大夫真辛苦，尤其是在这种非常时期。他说，他看见病房里那些病人痛苦的眼神，他都害怕了。说，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大夫，会是一件多么令人绝望的事儿。没想到干了1天志愿者，对我们的职业有这么高的评价啊！所以呢，他诚心的建议楚大夫不要辞职。这是他说的，还是你说的？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，我们2个都是这么想的。煽情吗？来，肩膀进去靠靠。再给我来瓶消毒剂。你这是新院长亲自擦急救车，求表扬吗？副院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出了这么大事儿，我到院里来帮帮忙。院里是缺人手，不过您身体行吗？啊？好多了。我退得急，应付突发事件的一些注意事项我比你熟。再者，有些合作单位的负责人还不知道仁和换了院长，我在这儿能替你拖着点儿。太好了，平时啊没觉得什么，这一出大事儿，还真想着您在身边呢。我在身边能替你擦急救车是吗？你怎么干上这个了？他们累了1天了，这么晚了，多睡一会儿吧。再过1个多小时，又要赶回立丰去拉伤员。这次灾害对仁和也是一次锻炼呢。我听说救援队已经去灾区了，下午就走了，应该已经到了。陆晨曦也参加了。哦，是他主动申请的，你可别怪我。我怎么能怪你呢？我知道他是个好大夫，但确实需要再历练。之前是我把他宠坏了，这也是我需要反思的问题。谢谢你能理解。现在不说这些闲话了，
重要的是如何应对这次灾害，挺过难关去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今天还不是最紧张的时候，明天病患会大量的涌入，医院在饱和的情况下发生交叉感染，才是大麻烦。是啊，这也是我最担心的。灾害之后，跟上来就是疫情，这是任何灾害避免不了的问题。从灾区下来的重伤员，手术是一关，防疫关更难。你跟卫计委讨论过了吧？他们什么意见？他们让我们打开绿色通道，无条件的接收伤员。唉，说的轻松啊。无论从行政上，还是从人道主义原则上，这个命令你都必须执行。难为你了。专家组成了救援队，前往立丰实施救援。今天是灾后救援第2天，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伤员陆续送到这里来进行救治。这对嘉林市各大医院，特别是患者已经超员的仁和医院，都将是巨大的考验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，让一下。陈大夫，来，抓住啊！2、3，这边，这边。接监护，叫神经本科给啊！陈大夫，刚送来的伤员心跳停了，是不是要做 CPR？ 我来。口跳了，现在这个病人，急插血常规，凝血，血清。陈大夫，伤员血压听不清，来了。休克，血压42/2，立刻开放静脉通过，输入平衡入院。监测血压，这个伤员没有开放性外伤，应该是胸腔内、腹腔内的出血。床旁 B 超 X 光胸片。怎么了？陈大夫，陈大夫，我按不住了，陈大夫，蒋干，不就是癫痫发作吗？啊，给我开口气，把这伤和颈推。好。推着他呀！推呀，快推呀！这怎么推呀？他老动！快推呀！陈大夫，快过来看一下这个伤员！陈大夫，快来看一下！陈大夫，陈大夫，别催我，我就一双手。这样，别急，我来帮你。住手！好。副院长，您来了。他已经休克了，开一条静脉通路，给平衡溶液，给头孢他定，预防感染。好。胸骨骨折了。严重的胸腔出血，要立刻准备手术。通知胸外的庄大夫，给我准备东西，我给他做闭式引流。好。副院长，对不起，刚才太着急了。
你干得不错。不过，老钟要是听见你刚才说的话，他会觉得你丢了他的人。以后不会了。还有那么多伤员够我们忙的了，你去吧。哎。刚送回来一个胸腹联合伤的老人，庄大夫接的手术。还有病床吗？所有病房、重症病房、特别护理都满了，走廊里都装不下了，您自己看看吧。尽量想办法。大夫，轻点。体温是凌晨开始升高的。是的。复查一个生化，均培养，伤口渗出的液体突变，送去检科精检。好的。复查结果出来之前，这间病房不要再接受其他病人了，全面消毒。所有的观察室都满了，这间又不让继续收患者，再送来的我们往哪收啊？等他送去普外病房再说呗。普外病房已经满了，刚给我来过电话，他们护士长直吼我说每间病房都加3张床了，再一加就成大通铺了。那你就给我吼回去！行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 3年前那次大地震，我们是第一接诊医院，当时急诊、中症、外科都是150%的负荷，急诊和重症都出现了感染。看今天早上的情况，负荷马上就要超过200%了。你是说，接诊量再增加就应该停止接诊是吗？按道理来说应该停止接诊，但是现在情况特殊，绝不可能关门。好一个绝不可能啊！ 你的胆子够大的，一旦感染发生，出了人命，你这个院长就没几天好当了。您做院长这么多年，也不是一遇到事儿就先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吧？您就别说我了。你这话说的，就真是像一个仁和的院长吗？3年前，我们能把儿科、妇产科小范围感染控制住，没有扩散。 没有交叉感染，经过这几年的历练，我就不信咱还能退步了。你去主持大局，保证院里的正常运转。各科室主任那边，我替你盯着。等救灾结束，我请您喝酒。你忘了我是怎么离开手术台的？哎呀呀呀，忘了，请您喝茶，我这儿有好茶呢。 进来。两位院长，现在有个事儿得请你们拿个主意。急诊必须转上几个病人，观察室已经满员了，可绿色通道还在开放，我这实在是没地方再接受新的伤员了。我和杨院长正在商量这件事，你再等一等。可是现在有3个高度疑似感染伤口的病人。好吧，我等你们的解决办法。张松，刚才副院长说了，这几天你干得不错。之前老钟就一直说你的业务能力强，可以接他的班，我还不相信。现在看来，老钟没有看错人。于院长，您给我转10个病人，比夸我1万句还有用。我先去忙了啊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小心点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小心点，让一下。谢啊。哎，庄大夫，监护病房已经满了，进不去了。啊？但是今天不是已经隔成双人间了吗？ 可是3个小时之内，2个心包伤合并肺裂伤，3个胸腹联合伤，1个连夹胸，所整理出来的位置全都占上了。您这个只能送普通病房了。可是这个患者糖尿病高血压，手术前曾经设成休克，防止感染十分重要。那你自己看吧。好吧，
走，送普通病房。等会儿。哎呦，庄大夫，您怎么又送病人过来了？我这没空啊。床挨床，伤员一伸手就能碰到旁边人的伤口，你至少要留出安全的距离啊！哎呦，我也想啊，可自从咱医院开通了救灾绿色通道，这临近受灾的区县就源源不断的送伤员过来。您刚才手术的3个小时，急诊科又收了28名伤员，而且大部分都是血气胸、中度休克。把这个伤员帮我安置一下，给我打电话去。哎，我能把病人送哪儿去啊？想办法。啊，监护病房有没有位置？我们刚从那推过来，没地儿了。哎呦，推回去看看，我这实在没空。走。喂，老郑。陈少聪，我找马主任，电话怎么在你那儿？马主任急性胃肠炎，在厕所呢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一会儿转告马主任，你们那儿暂时无法进手术室的胸外伤不能再往上送了，现在急诊留观，监护现在已经满了，6人间已经塞进了9个人。你6个人塞9个人，你就塞偏了。我这6个人观察室都已经塞20个了，我办公室都塞满了。再不往其他科室给我分流病人，都快人落人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不光有伤员，还有这些什么消化呀、什么循环呀，这些普通病人，我还怕交叉感染呢。我，你们密度这么大，能做到无菌消毒吗？消毒，陈大夫，你等一下啊。来，3号血常规给我看一下。哎，那刚来病人别让他往里去，让他回来，先测体温。好，我去。老庄啊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我刚才都直接用碘伏刷子往人病人身上刷了，我这消毒水的浓度已经到了极限了。这种情况你们跟杨院长反映过没有？我反映了，反映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他能给我变出个仁和2院来啊？哎，小黄啊，那个给4号床上氧气面罩啊。好嘞，我着急。好了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什么事我不说了啊。好，没空跟你说。庄大夫，监护病房已经满了，怎么办啊？好，知道了。看看建在哪个病房门口吧。嗯。你这通知，一会儿得给全科开个紧急会议。嗯。临时建立一个特殊时期消毒隔离，防止交叉感染的措施。好的。除了急诊那边开始排查，我们在楼口也要开始排查。庄大夫，你看看这个患者腿上的伤口。来吧。放松啊。哎呀，严医生，马上就好。你马上给自己消毒，叫护士长来。好。庄大夫，都到齐了。好，现在是这样，有2间病房，一共有4个患者。伤口肿胀，有捻发音，体温升高，伤口发生了严重感染，其中有2例患者高度疑似气性坏疽。现在，先把采样送到细菌室去做菌培养，病人按照气性坏疽来处理。护士长，把这2间病房的其他患者全都分流出去。所有进出的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气性坏疽隔离病房的规格来消毒。好，知道了。大家开始吧。是。梁主任，我是庄树。我们这儿发现了4例伤口感染患者，其中有2例疑似气性坏疽。你们也有？骨科也发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辛苦了。你好，急诊。陈少聪呢？刚刚发现3个新送来的伤员疑似气性坏疽，陈大夫去紧急处理了。你们也发现了3个？对呀，现在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。我这正准备给院长报告呢，陈大夫让我等他检查完再说。护士长，从现在起必须严防大面积感染，不能再接诊新的病人。你给保卫处打电话，立刻暂停绿色通道。我去找杨院长。暂停？就说暂停接诊吗？保持24小时绿色通道可是上级的命令啊！命令能防止交叉感染吗？现在各科发现了伤口感染患者超过20例，其中有8例疑似气性坏疽，这还不包括有潜伏期的。这样的密度，病床间的距离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完备的消毒和隔离，这是可以致死的感染。好，我先暂停，你赶快去找杨院长请示下，给我最后消息吧。好。我这快拦不住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接收伤员？院长，是胸外科庄大夫和急诊护士长下的通知，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请大家不要拥挤，立刻继续接诊，保持绿色通道通畅。是。院长，院长，等一下，院长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让伤员进来？现在医院各科室的患者密度，已经要连最基本的隔离都做不到了，而且又发现了疑似气性坏疽，这种情况下不能再开门接诊。有多少例了？初步统计了一下，20例感染，8例疑似。我看过其中2个伤员，虽然没有菌培养不能确诊，但是以我的经验，我很确定就是气性坏疽。要立刻设立几个特殊传染的隔离病区，出入通道凡是用过的消毒器械和医院的其他病区区分开。可是我们把病区设在哪里？我们的病房都已经满员了。把图书馆、资料室、标本室，包括值班室腾出些空间，给疑似气性坏疽的患者，包括接触过他们的患者观察使用。图书馆、资料室可以腾出来，但值班室腾出来，大夫在哪儿值班呢？你立刻让院办请示上级，说明情况，就说救灾需要，就在医院的后院搭建临时帐篷。好的。我知道了，再有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情况确实太突然了，不过还是先把通道打开吧，处理危重伤员要紧。不能打开。我很抱歉，我知道我贸然让他们把通道关上是我越权了，但是接诊量这么大，接触交叉感染的危险性非常高，不能不引起重视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这么多伤员从灾区刚刚送回来，都在等待救治了，我不能把他们关在门外啊！关闭通道不让他们进来，是为了保护他们，不是见死不救。我坚持，在气性坏疽和其他感染没有调查清楚，并且制定好可执行的隔离消毒办法之前，停止接诊。我们不能把外面的伤员送进一个致死型感染、随时可能爆发的危险地带，这是常规啊。一个是可能爆发感染的医院，一个是让他们在外面等死，你让我怎么选？我们应该按照规则，请上级调配，让其他医院来分流。分流？庄教授，你太不熟悉中国的情况了。美国的医患比例是多少？中国是多少？我说10倍不夸张吧？我能执行你的标准吗？现在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伤员，这是人和的原则，也是上级的指示。那至少也应该是现实情况而定。上级并不知道，我们已经没有空间做最基本的消毒防护隔离了。8小时之前还只是2倍正常的接诊量，现在恐怕已经超过了。我建议，至少等上级做出明确指示，再决定是否接诊。好吧，我再汇报一次。哎，护士，我想找个人，说是早就送到这医疗救护站来了。您去那儿问吧，陆大夫快忙完了。哦，那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大夫，你什么事？我想找我老伴儿和我女儿。家属的名字？啊，我老伴儿叫林浩，我女儿叫林欢，说是几个小时前就送到这儿来了。后来那对夫妇给他起名叫林欢。先别着急，我看看。林浩确实是受伤了，您女儿林欢没伤。哦，那他伤得严重吗？现在人在哪儿呢？他是被武警战士从废墟里救出来的。泥石流发生以后，他被卡在2个挤压变形的窗框中间，有玻璃插入体内。我看一下。这么严重啊？那他这人还活得了吗？您别着急，
他来的时候出血量确实很大的，我检查过了，可能是玻璃伤到了大血管，在这儿处置不了，已经安排急救车送回嘉陵的仁和医院了。你女儿也陪着去了。哦，那我赶紧过去了也。好，你赶紧到安置点。谢谢大夫，有免费的公交车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伤员怎么样？能过来吗？及时手术应该没问题。大夫，你们看一下，他胳膊划破了。到现在，骨科、神经外科、胸外科、急诊科、ICU 已经全部超量了，普通病房的加床都已经满了。我们本来预计2倍的正常接诊量是极限了，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。走廊里都是加床的患者，现在又发生了气性坏疽，如果再放大量的患者进来，分诊隔离很难进行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您现在在会上，可不可以先讨论一下我们的问题，给一个明确的指示？喂，钟主任，有事吗？楠楠的养父受伤了，已经送到仁和去了。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楠楠，就是林欢，他父亲叫林浩，有严重的胸外伤，应该已经到了。你认识我？庄大夫，在医疗线有个叫陆晨曦的大夫，他帮我父亲做了简单的处理，他让我来仁和医院找你的。我叫林欢。哦，是这样啊。但是林小姐，现在我们暂时不能让你们进来。为什么？我父亲他伤得很严重，陆大夫说必须把他送来立刻手术，还要请您主刀呢。我们医院现在的接诊量已经超负荷了，而且消毒措施、无菌操作都已经无法进行，所以暂时不能让更多的病人入院就医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把他好不容易才救出来的，而且走了这么远的路，难道就让他在这里等死吗？啊，庄大夫，您救救我爸爸吧！院长正在跟上级交涉，相信很快就会有办法妥善的安置你们，请再耐心等一等，好吗？庄大夫，我父亲的病情真的很危重，能不能先放他一个人进去？对不起，林小姐，我们必须等上级给出明确指示。已经给领导汇报完了，他们还要做研究和预测。大概需要多久？1、2个小时总是要的。先把通道打开吧。那分诊隔离措施？立刻打开通道，继续接收伤员。是被打开。如果真的发生院内感染，尤其是气性坏疽爆发，后果将是灾难性的，不亚于一场瘟疫。到时候即使嘉林市的医院全部都来支援仁和，也很难控制这个局面。院内感染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，我很清楚。但现在形势就是这样，我能做到的就是全院上下严防死守，
尽量把每一分空间全部都利用上，把爆发的可能性降到最低。那就不能等领导研究出对策以后再放病人进来吗？再等一等总可以吧？领导开会对情况进行分析，再从其他单位抽调医护支援，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啊！他们等得了吗？这件事我已经打电话报告过了。作为仁和的负责人，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。现在我要行使的是一个医生的责任。把通道打开，打开通道，接受伤员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